亭州王府，书房外被严密地把守起来。亭州王吩咐任何人不准靠近，也不准被打扰。小福宝进了书房之后，四处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老二这些年还是喜欢看书，这习惯保持得很好。坐下之后，看到挺着个圆肚子的楚敬章，开口问道：几个月呢？楚敬章满脸问号。什么几个月了？我说你怀了几个月呢？看这孕相，快要临盆了吧？楚敬章满脸尴尬，嗫嚅辩解。刚一开口，觉得称呼不对，立即转变。我是男子，怎会怀孕呢？是他，就是他，这嘴还是这么堵。你也知道你是男的，那你把自己吃成这副鬼样子，嫌命长呢？还是说你亭州又有钱呢？没钱，我没钱。看小福宝那似笑非笑的表情，言之凿凿道：是真的没钱。来，把这个先吃呢。楚敬章满脑的问号，这啥能吃吗？我还能害你不成？快吃了。楚敬章在心里暗暗嘀咕，也不是没有可能，这几个儿子除了老大和老三，你还喜欢谁啊？哪个不是被你打发得远远的？楚敬章虽然心里犯嘀咕，但还是伸出了胖手接了过去，然后吃了下去。之前见的壮小子是玉成那孩子吧？长得不错。玉成这孩子像我，壮实得很。你这么多年，就还只有玉成一个？有玉成一个就够了。楚敬章这人和别人不一样，他的后院只有王妃一个女人，他是个小气的人，觉得养女人太费钱了。你后院还有王妃一人？楚敬章想起从前先皇总想往他后院送人的事，他总是想各种理由给拒绝了。现在他有点紧张，难道老爹变成了小爹，还想继续管着他的后院？小福宝一看亭州王那样，就知道他是什么想法。哼，牛不喝水，他还能强按头不成？算了，你自己的后院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咱们说点正经事。好。北庭节度使关海卓此人，你了解多少？楚敬章刚坐下去的屁股又抬起来。我和关海卓不熟，我和他啥事儿都没有，我也不了解他。楚敬章是个王爷，他可不敢承认和北庭节度使相交，这说出去妥妥就是个大把柄。小福宝斜睨了他一眼。老实点，你实话实说，关海卓有没有可能通敌？这次我们来亭州的路上，吐蕃四王子率领的5000精锐提前埋伏我们，这其中一定有人通敌，走漏了消息。5000精锐进入我朝境内？是，其中只有少数人换上了汉人的衣服，剩余的人竟然连衣服都没有换，嚣张得很呢。青州和丘宁这一带只有这个地方适合埋伏，他们是在此处做的埋伏？我们是从这段路过来的，路过丘宁，在大饶山这遇到的埋伏。既然敌方有几千精锐，又提前埋伏，你们怎么看着毫发无损的样子？不对，那位朱世子好像受伤了，但其他人好像都没事啊，还有那些敌军呢。他那胳膊是看热闹摔的，不是敌人伤的。呵，这人还怪有意思的嘞。至于我们怎么灭敌的，你不用多问，以后会知道的。根据你的判断，你觉得北庭节度使有没有参与其中？不会是他，关海卓父兄全都死于吐蕃人手中，他和吐蕃有着血海深仇，不会是他。另外，北庭此处常年要对抗西突厥和吐蕃，3年前西突厥犯边，就是关海卓把人赶回去的。这次北晋王能全力和吐蕃对敌，也是因为有关海卓率领军队防着西突厥进攻。小福宝满意的点了点头，他之前也是这么想的，他也猜测是河西节度使范崇安的嫌疑大一些，这才立即建议皇上先换了范崇安，换上卢志明接手。至于范崇安是否通敌，那就交给大理寺和刑部查了。楚敬章见小福宝只是点头不说话，又继续帮北庭节度使说话。您别不信，关海卓那军队里有我从前的人。意识到自己说错了，又连忙补充道：就是我从前偷偷养的那些私兵，他们偶尔也会给我送点消息。真的就是偶尔，我已经歇了那心思，真的，养私兵也是想自保。我知道，过去都过去呢，
不用再提呢。小福宝没说，他早就知道，也知道老二节衣缩食的养人，他就等着哪日朝廷有需要了，全都没收了。就是没想到他在位的时候没用上，死后倒是用上了。算起来他是坑了汀州王的，坑人这一点小福宝做的也是驾轻就熟。楚敬章听到这话松了一口气，四王子宗正达这人一定要看住了，这次和北静王对上的人正是段干元基，而段干元基又是四王子的舅舅，听说他对这个外甥很好的。宗正达这人你了解多少？他在吐蕃的地位怎么样？四王子在吐蕃的名声仅次于太子宗正纯，宗正达因为舅舅是段干元基，权势很大。受宠就好了，还真怕他是个无足轻重的玩意儿呢。段干元基的妹妹段干家染听说也很受宠的，段干元基很疼这个外甥，宗正达长得很像他，外面都传外甥像舅，果然如此。这次四王子被俘，对北静王来说是个喘息的机会，咱们手中有俘虏就可以谈判，谈判结果不重要，咱们要的是喘息的机会，同时终止战斗也能断了敌军的气势。此外，咱们也有充足的时间来准备粮草和军需。小福宝满意的看着楚敬章，说真的，和老二老三那几个聊天都能聊到点子上，这几个一点就通，说话一点都不费劲儿。想到唐之灵，小福宝慌忙的摇晃了一下脑袋，想把他摇出脑外。那个人也怨不得他不学无术，好好活着就行。楚敬章见小福宝摇头，还以为自己说的不对。我分析的哪里不对？没有，你说的对。不过四王子啊，恐怕不是宗正杨默的宗。什么？怎么会？怎么不可能？宗正达的母亲不姓段干，她姓楚。姓楚？可是和咱们皇室有关。她叫楚家染。难道他是先太子的后人？或许吧，也许是当年跑走的漏网之鱼。不过这都不重要，我怀疑宗正达是段干元基的宗。若真是如此，那这个消息咱们目前还要藏着点儿。没错，拆穿也要谈判过后，战争结束之后，否则宗正杨默可不会为了这个假儿子出力。若是先太子的后人还活着，咱们大禹朝的官员也要好好的排查一下，尤其是戍边的将军，临近吐蕃境内的都要排查。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，让敌人浑水摸鱼，反而处置了真正忠心之人。小福宝满意的点了点头，这个二儿子还是不错的，脑袋也是聪明的，就是出身太低了，当年根本没考虑过他。哎，都是他娘连累了他呀。不过大禹朝的军队不能大动，得慢慢排查，尤其是戍边的将军要严谨。突厥人虽然现在没出手，恐怕也是想看咱们和吐蕃斗个两败俱伤，来坐收渔翁之利。这是自然，老二，你很不错。那些人都等着他们大禹朝和吐蕃打得两败俱伤，然后再来分食中原的腹地。小福宝也是没想到，他在位的时候没打几场仗，重新投胎回来却没个消停。张老哥，刘老弟怎么这时候来了？张老哥，是这样的，是学院的事，现在啊，好些学生想来入学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这是好事呀，王妃要是知道这个消息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张老哥，不是这样，这些学生不全是要启蒙的孩童，还有什么啊？还有好些大人，那些人中有的年纪比我还大。怎么会啊？年纪那么大还来干什么？不知道咱们收的是启蒙的学生吗？我也是解释了，那些人是一些学子，有的已经有秀才和举人的功名了，来咱们学院也只是想学算学，好些人还是外地的学子呢。张光真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他想到了秋闱和春闱，王妃整出的那套题在长安城已经火了，这些学子现在学习也是怕在算学上失分。张老哥，我从前就是个管家，只是略懂几个字罢了，学院的事真管不过来，不如张老哥代劳。我给刘老弟推荐一个人，那人比我还合适呢。是谁？府中的谭先生，王爷去了南疆，谭卓估计闲的都要长毛了，你去找他去。对，还有谭先生，谭先生有功名在身，比张老哥有学问。
当初来王府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王妃才高看他一眼的。谭先生确实更合适。哈哈，谢谢张老哥。这个老刘是会扎刀的。皇宫内，慈宁宫。此时，慈宁宫一改往日的死气沉沉，因为孩子们的到来变得十分热闹。太后多年不养孩子了，突然被皇上塞过来5个小娃娃，开始的时候还觉得不太适应，谁料现在却觉得宫里有了小孩子还是很不错的。小叶子做好了一个花环，哒哒的跑到了太后身边。奶奶，给你戴。奶奶戴不了的。小叶子扬起脖子看了看，又转身跑走了。太后啊，这些花都是您平日喜欢的，这怎好让小郡主都摘了去啊？不过是一些死物罢了，没了也就没了。太后看着跑走的小叶子，感叹道：这丫头是个活泼的。是啊，那小叶子郡主每日都笑呵呵的，又不怕生，也是好玩的紧。是啊，是个胆子大的，不受拘束。花花还在房间里啊？哦，是，这花花郡主啊，没有小叶子活泼，是个沉静的孩子。荣王妃生的这俩孩子，还真是一个容貌像她，一个性格像她，也是个会生的。此时，花花和小老二2人也在悄悄地商量事情。哎呀，我今天就得和太后求个恩典，我必须要出宫了，我的稻苗必须要种下去了，再耽搁就晚了。哦，就是咱们太小了，说话大人都不重视，现在真有点想师妹了。她要是在，咱们就不会这么被动。走吧，再去问问太后，她要是还不同意，咱们就再想别的法子。哦，也行，我已经把风车的图纸送出宫外了，不知道谭先生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。2个执着于出宫干大事的人，因为被困在宫里，也是变得束手束脚。太后在外面晒了一会儿，就回到了内室中。这时候听到宫女禀报，就开口道：“让他们进来。”花花和恒儿2人走了进来，规矩的给太后行礼。参见皇祖母。花花，你来是有什么事啊？皇祖母，孙女和弟弟2人想要出宫一趟。这已经是花花第3次提出要出宫了，前2次太后都婉拒了。哦，又是出宫。花花，你是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吗？皇祖母，我想去城外的庄子看看，我的实验田也要种了，那些稻苗已经等不得了，再不耕种就晚了。试验田？你还弄了试验田？用的是我父王的纸帖，还有工部官员的纸帖。太后没想到这事儿还牵扯上了朝堂，这么小的一个姑娘，懂得还真多呀。这时候，一个小太监进来禀报道：“太后娘娘，皇上口谕，传花花郡主到勤政殿。”恒儿和花花互相看了一眼，眼中露出喜意。哈哈，好啦，花花，你就过去吧。皇祖母，恒儿想要和姐姐一起去。准啦。恒儿和花花2人才出来，就见到了被送回来的寻儿和叶儿2人。二哥，你们要去哪？没去哪，到了你午睡的时候，你快回去睡觉，我也要回去休息呢。哦，那好吧。花花和恒儿2人眼中划过惊喜，甩掉了。寻儿刚想走，就被叶儿掐了一下。别知道，咱俩偷偷的走。好，咱们跟着去。二哥一定去偷偷吃好吃的呢。叶儿翻了一个大白眼儿，就知道吃。勤政殿内，皇上，如今已经快要进入5月，可是据臣所知，京郊的植田还有没有耕种的？那些田地都是上好的田地，如今竟然荒废了，工部屯田司难辞其咎。李尚书作为工部的长官，必要为此事负责。工部尚书李泰也着急着呢，可是荣亲王去了南疆，荣王妃也跟着跑了，这让李泰可蒙圈了。况且他当初听了一个小孩子的法子，又不敢在大朝会上说出来，只打算私下和皇上解释解释。谁料这甘伟竟然如此不依不饶，追到了勤政殿来了。皇上，臣的植田作为试验田，也是因为那些水稻的种子难得，因此才选了几块位置好的植田。另外，若是植田今年颗粒无收，
臣愿意用家中田产把粮食给补上。李泰说不后悔是假的，他现在见到空着的田地也是焦急得很。可是荣亲王人不在，他能怎么办？现在把小郡主叫来，不过是死马当活马医罢了。皇上，臣以为是李尚书此举不妥，不是他拿出了自家的粮食补上就可以的。倘若开了这个先例，朝臣们都如此效仿，大禹朝岂不是乱套了？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此事完全是李尚书纵容包庇之过。甘伟，你不要乱扣帽子，我如此做都是为了大禹朝着想，为陛下着想。我拿出自己的织田当试验田，本是一片好心，竟遭你如此污蔑。如今我已承诺，若是实验失败，粮食欠收，我李泰补上所有损失。甘大人还想如何？皇上，臣对陛下一片赤诚，请陛下为臣做主啊！皇上坐在龙椅上揉着太阳穴。这段日子他本就繁忙，2位实权尚书扣在家中养病，让他的压力很大。他还要暗中调查到底朝中何人与吐蕃勾结，忙的是焦头烂额了。今天甘伟竟然还拿这个小事说事儿，如此不依不饶。不知道甘伟是真的想要揪住李泰的错处，还是在转移视线，混淆视听。皇上深深地看了一眼甘伟，然后才开口道：李爱卿请起，此事朕已知晓。当初既然是荣亲王所求，那就是他的责任，和李爱卿无关。试验田既然是荣王府牵头，那就继续交给荣王府负责此事。至于荣亲王私自调用官员植田，等他回京之后再做惩罚。皇上也没办法，6部动荡，李泰必须要保住了。皇上圣明。甘伟一听皇上这么说，就知道他冒进了。这时候不是他攻坚李泰最好的时机。此事本来也是可大可小的，荣亲王是皇上的弟弟，想必以后也是高高抬起，轻轻放下。甘伟就算不甘愿，也只能道：皇上圣明。这时候小太监禀报道：皇上，荣王府小郡主和2少爷到了。皇上这才想起来，他还叫了花花来了。既然事情有了定论，皇上就不打算让孩子进来了。把他们送回去吧。启禀皇上，臣想见见小郡主。李泰还是相信自己的直觉，小郡主或许比荣亲王靠谱。他这段时间想找机会见，还见不到呢，如今怎么会放过？皇上见李泰那坚定的眼神，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，淡淡的道：让他们进来。于是花花和恒儿2人一起进了勤政殿，2人规规矩矩的给皇上行礼。花花拜见皇伯父，拜见皇伯父。起来吧。花花刚想说出自己的请求，就听到大殿的门又被推开了。众人也听到了动静，全都向门口看去，就发现又滚进来2个一模一样的小孩。叶儿，都怪你！皇伯父，皇伯父，熊儿好想你啊！皇上看到挂在自己腿上的小孩，很无奈，直接把寻儿抱了起来。乖小些，皇伯父还有事要忙，你先自己玩。好，寻儿是个乖宝宝，听话。乖。皇上想起了今天的正题，开口道：花花，听说试验田当初是你提议的，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？皇伯父，我正要来跟你禀报此事。我想出宫看看秧苗的情况，在宫中的行动不便，我想请求出宫回荣王府居住。谁道秧苗不能再耽搁了，必须马上开始种到田地中去。不行。见小丫头要急了，立即又补充道：但是朕可以给你一道旨意，只要你想出宫的时候，不必每次都求恩典，只要带人就能出宫。皇上，既然花花郡主知道试验田下一步的操作，臣也定当全力配合花花郡主，完成试验田剩下的事儿。好，李爱卿负责此事。另外，冯宝啊，把你大徒弟王九送到花花身边，以后让他跟着花花郡主。是，谢谢皇伯父。平州，唐志玲和沈飞2人甩掉了朱坤鹏，让人找了一处僻静的宅子，把粮食偷偷的弄出来一些。牡丹，你找个脸生的，去把信给广安侯送去。是，王爷。武丹离开之后，沈飞凑了过来。唐志玲，
你说咱们卖给广安侯260文一斗，是不是不太地道？怎么不地道了？咱们可是便宜了60文呢，太便宜了，广安侯那老狐狸该起疑了。你说的也对，不过咱们的粮食地点得多选几处，在周围的县城也多弄几个。我空间里的粮食出售了，咱们还可以选点停州的特产带回长安去。主意不错呀，沈飞，这样又能赚一笔。其实没有朱鲲鹏在，咱俩行动更方便。是，要不然把他给他老爹送回去。可行。此时见到老爹的朱鲲鹏非常激动。爹，我有事和你说。广安侯最近可是上火了，他暗中接到了消息，朝中从前的敌人暗暗出手，浑水摸鱼，就是想要看他的热闹。那些富户乡绅有粮食也不卖给他，要不是有人授意，他也不会如此为难。这次粮食征收不及时，那他可是要被问罪的。这几天他嘴里都起泡了。何事啊？还值得你如此大呼小叫的？朱鲲鹏快速地跑了过来，在广安侯耳边耳语几句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爹，我觉得就是这样。你和从前的那位熟悉，你没事的时候好好观察看看呗。广安侯有了儿子的提醒，也想起了几年前的事。那时候那荣世子也才会走路吧，就去了大朝会，帮着太子把场子给镇住了。当初就有人说小福宝是先皇附体，他当初觉得先皇是不忍江山断送，鬼魂回来帮忙的。随后几年小福宝并没有异常之处，他也就渐渐淡忘了此事。毕竟这事儿本身就很奇幻，很难让人接受。可是单纯是鬼魂附身，不会停留几年的时间。广安侯怔愣的样子让朱鲲鹏以为他不相信。爹，我说的是真的，小福宝那气势就像他是皇上一样，说出的话也是轻易的拿掉朝中2个尚书，而且他对大禹朝的官员都是门儿清，这些都不是一个6岁的孩子会知道的。还有啊，京城不都说他和先皇长得一模一样吗？我觉得他就是先皇。哎呀，你可快住嘴吧！爹，不是，你不信我说的。爹，你可以等等京城的消息，看看2位尚书动没动，还有河西节度使那边的消息，你就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了。广安侯就是知道了京城的消息，心中才会震惊。我信，就是这事儿一定要保密，你千万可不要说出去，明白吧？爹，我又不傻，我就告诉你一个人了。以后对荣亲王客气一点，不要没大没小的。爹，那你说荣亲王和荣世子谁是老子，谁是儿子呀？皇家的事你少管，不该打听的和不该听的都少做，明白没有？爹，我都知道，我后来的路上都和他们离得远远的。广安侯这才满意了，这时候他才注意到他儿子的胳膊是吊着的。你这胳膊是怎么回事啊？受伤了？爹，你不提我都忘了，我和你说啊。于是朱鲲鹏就把路上的事和广安侯说了一遍。就是这样，我们后来换了路线，早了2天入城，路上抓到了好些俘虏呢。那你这胳膊是怎么伤的？这说一堆话也没说到点子上，我留下的人没有保护好你？爹，我这不是敌人伤的，是我自己没站稳摔的。广安侯长叹了一口气。爹，你都没看到荣王妃的药老好使了，敌人一闻就倒了，我们愣是一点事儿都没有。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吧，别跟着荣亲王和荣王妃了，那俩人啊不大靠谱，而且仇人有点多。朱鲲鹏虽然没有大才，但是他的嫡子，广安侯还是很疼他的。这胳膊伤得严重啊？不疼，吃了王妃给的药丸，好得可快了。侯爷，属下有要事禀报。进来。一名护卫拿了一封信进来。侯爷，有人送了一封信过来。广安侯接了过来，打开一看，瞳孔微缩。送信的人呢？人走了。啊，那你先下去吧。是，侯爷。朱鲲鹏走了过来。爹，信上说了什么？有人送来了消息，说有粮食卖给咱们。爹，这是好事呀，咱们不就缺粮食吗？这个时候，这时机未免也太巧了些，恐怕有诈呀。爹，咱们拿钱买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，只要咱们检查好了，不被骗就行了呗。对，你说的也对呀，那地点也在亭州，
想必对方想做手脚，也要顾及一二。是呀，爹，我觉得还是好人多。信上不是说卖给咱们260文一斗吗？我听刘知府说，秦州粮价都已经320文一斗了，这么算，咱们还占便宜了呢。此时，沈飞和唐之玲两人坐在空间里数着银票。行政好，3万担粮食，一共是62400两。那你再算算，咱们赚了多少？沈飞点头之后，又开始在纸上写写画画。这时代的计算单位和后世不一样，沈飞还要换算一下才行。咱们是30文一斗收的，卖出去是260文一斗，每担是赚了1840文，3万担是5520万文，算成银子是55200两。唐之玲，咱们这一趟一点也不亏。唐之玲觉得好笑，又看了空间一眼，操场上的粮食只是少了一个角。这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唐之玲和沈飞两人快速的出了空间。或许是仔仔回来了。不会，他这2天都和白馒头待在一起，早就把咱俩忘了。沈飞想到亭州王跑肚拉稀了2天，也是觉得好笑。唐之玲，我觉得怪有意思的。咱们来了亭州没有水土不服，但是那个白馒头却拉肚子了，真是奇怪啊。这白馒头啊，可是比几年前更胖，没见到那小子一直守着人家的吗？你呀，这是吃仔仔的醋啦。没有，你不要胡说啊。武丹见他敲了好久的门，王爷和王妃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反而是在房间里哈哈大笑，于是声音也跟着提高了。王爷王妃，属下有事禀报。进来吧。武丹进来之后快速的禀报道：王爷王妃，北境王派的人到了王府。派谁来的？江干。哦哟，是老熟人呀。人在哪里啊？人在前厅等候着呢。唐之玲，走，咱们过去看看。行。亭州王府的密室内，跑肚拉稀的楚敬章并没有躺在床上养病，一直陪在身边的小福宝也没有一点同情心，更没让他休息。楚敬章因为吃了药丸腹泻了2天，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的意思。虽然总是拉肚子，但却觉得如厕之后整个人都是轻松的。他此时正揉着肚子听小福宝说话。这是一门新型武器，叫火枪。这些啊都是零件，你暗中找工匠，秘密的把零件全都打造出来。尺寸啊就按照我图纸上的做。楚敬章双腿夹紧，扭了一下屁股。我怎么看不懂啊？这是什么？你先去如厕，一会儿再回来继续说。好，我去就来。说完，嗖的一下冲了出去。出息！他不管楚敬章了，继续看着枪械构造图。片刻之后，一身轻松的楚敬章又走了进来。小福宝，我拉肚子的症状什么时候能好啊？该停的时候自然就停了。李过呢？刚才的话还没有说完呢，不要说些没用的。楚敬章幽怨地看了一眼小福宝。感情屁股冒火，窜稀要窜出火星子的人不是你了。给你2日的时间，找个秘密的地方，把工匠都找好，开始研究火枪。这东西我根本看不懂，造这东西有用吗？你还真是个猪脑子啊！又骂我。这东西我相信不仅我看不懂，就是工匠也不懂。你有成品吗？可以给我看看。小福宝怎么会把玩具枪拿出来？先不说那东西被他拆了，装不回去了，更重要的是，就是他不能让别人知道成品长什么样，怎么安装。这武器的威力太大了，就算是亲儿子，他也不能让他知道整体构造，否则岂不是会威胁京都长安？总之，你不用管，按照我图纸造就好。楚敬章心里更幽怨了，这小爹是防着他呢。于是他拿桥道：亭州平瘠，擅长造兵器的匠人都在官府那边呢，我怎么能找到手艺如此精巧的匠人啊？什么？你这是要和我耍花枪？怎么会？我不敢，主要是真没有人，也没有地方啊。不如你回长安城再做，老大一定能做出来。楚敬章一看需要用到铁，就不想帮忙，这都是钱呢，工匠要钱，吃喝拉撒要钱。他在心里盘算了一下，他这是出力不讨好，半点好处都没有。怎么没有地方？你在曲村不是有个庄子？那地方3处环山，非常隐蔽，
藏个几百人不在话下。您老还知道那个地方，真是聪明。心虚呢，都开始胡言乱语呢。这和聪明有半点关系吗？反正里的士兵都没呢，那处锻造武器的地方空着也浪费呢。以后就交给朝廷管吧，可以继续锻造武器。楚敬章心里发苦，又被没收了一处财产。得把过去的匠人都招回来，就做我图纸上的零件。记住，这事要保密，不能被地方官知道。那能不能和老大开口，多少给我一点贴补啥的呀？小福宝想到，也不能可着老二一个人耗。放心，我会帮李说的。那还好。两人又继续商量了之后的事，才走出了密室。谁料刚出来就听到了北静王派的人到了王府，于是两人也不耽误，立即去寻人了。此时江干和沈飞正说着战场的事儿。大小姐，王爷没事儿，都是小伤，但是咱们的士兵伤亡严重。江队长，我这次和你一起去战场。小福宝走到门外，就听到了沈飞说的这话。梁七，你不能去，太危险了。仔仔，我的本事你是知道的，我去了能帮忙的。那也不好，我不想离去。小福宝不会去战场，他还有事要安排。另外安西那边也要派人盯着，防止那边漏了口子，这样北静王就会被人包饺子了。现在他听到沈飞要去战场，怎么会同意？仔仔，那些士兵太可怜了，我去了可以帮他们，真的。小福宝心中自然明白，就是会担心。放心吧，我和你娘一起去，我还能保护她呢。哼，我娘不保护你就不错了。沈飞一听这样就知道有门儿。就这么说定了，我和你爹这一次和江队长一起走。跟着一起来的楚敬章看到了这一切，心中诧异。他真是没想到小福宝会有两副面孔。楚敬章从前还在想，小爹在六弟和六弟妹面前是什么样子的。他毕竟从前是皇上，脾气还大，现在想必也没有变化，依旧是个说一不二的主。六弟和六弟妹对小爹也一定是毕恭毕敬的。可现如今情况有变啊，和他想的不一样啊。难道他们还不知道小爹的真实身份？是了，一定是这样的，否则说不通啊。楚敬章给自己找好了理由，也就不别扭了。见沈飞两人还这么年轻，就劝道：六弟妹，战场不是过家家，吐蕃人和那突厥人一样，都残忍得很，安全起见，还是不要去了。我倒是想见见他们的残忍。来都来了，必须尽点绵薄之力呀。既然六弟妹这么说，我也就不再劝了。六弟妹若是有什么需要的，就说，我汀州王府愿意帮忙的。沈飞想到空间中的药物，还是要再准备一些材料，于是立即道：那感情好啊，我初来汀州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正想有人帮忙呢。二哥既然这么说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给您列个单子，劳烦您帮我寻来。楚敬章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，他真的是客气啊，而且还要列单子，这得是多少东西啊！六弟妹，我们汀州不比长安城，贫瘠得很，可能弟妹要的东西汀州不见得有啊。这白馒头还真是小气啊，他还没说要什么呢，他就推脱起来了。本来还想给钱的沈飞决定先不告诉他，让他多难过一会儿。二哥，不会，我要的都是常见的东西，汀州一定有的。我这2天在外面的商铺都见过呢。楚敬章很想说，你都见过了，为什么不自己买？还什么人生地不熟，骗鬼吧！他可听说这小两口不仅逛了汀州城，就是下面的县城都去了呢。事情就这么定呢，我娘把单子念好之后，你尽快准备出来。楚敬章内心苦啊，还有没有说理的地方？苍茫的草原上，一队人马正在快速奔驰着，一路上哒哒的马蹄声传得很远。沈飞也是咬牙坚持，其他的还好，就是屁股有点疼。还能坚持吗？没事。还有半日，咱们也就快到了，再坚持一会儿。沈飞轻轻地嗯了一声，风声很大，这一句都被吹得老远。
江干在最前面，他的耳朵灵敏，他似乎听到了更多的马蹄声。他立即做了个手势，其他士兵也明白是什么意思，连忙勒紧缰绳。唐之灵注意到前面的队伍停了下来，我去前面问问。快去吧，看看前面是怎么回事。想到什么，又从空间里拿出了一个望远镜。这个你拿着，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好，我去看看。唐之灵夹紧马腹向前过去。江队长，怎么了？姑爷，咱们恐怕是遇上敌人了。这还是在大禹朝的境内，难道吐蕃人又有人潜进来了？这大禹朝是筛子吗？怎么敌人说来就来？说不好，也有可能是匪寇。边境地区也藏了好些土匪，这边地广人稀，也是匪寇盘踞的地点。不是地广人稀吗？土匪在这里靠什么活？姑爷，那些土匪都是抢劫过路商人的。他们会不会抢咱们的军粮？他们还没有猖狂到那个地步，不敢明面上和朝廷作对。况且此时王爷正和吐蕃抗敌，匪寇这时候多半会藏起来。唐之灵大概了解了，他拿起望远镜向远处看了过去。江队长，来了一群人，不知是不是匪寇？姑爷，你拿的是什么？能看到远处的来人？你看看吧。江干接过来之后，照着唐之灵的动作，把望远镜放在眼前。姑爷，这东西真神奇，竟然能看这么远。江队长，这些人能对付得了吗？姑爷放心。唐之灵听到江干这么说，也不再坚持，因为沈飞说过，他的弹药要留着点用，才20几号人，着实是不值得浪费。一盏茶的时间，一群人马冲了过来，这些人都穿着汉人的衣服，脸上蒙着面，